此时此刻，在叶晨汤臣一品的别墅中，一家四口第一次真正其乐融融地吃完了一顿丰盛家宴。叶晨与萧初然从不吵架斗气，但萧长坤和马兰两人经常在饭桌上互相冷嘲热讽，冷言相向，搞得饭桌上的气氛一向紧张尴尬。但是这一次，两人从头到尾没有吵过哪怕半句。更重要的是，相互之间都不再看对方不顺眼，气氛相当和谐。马兰也一改往日霸道蛮横的行事风格，甚至在饭桌上频繁给萧长坤夹菜，让他吃这个，尝尝那个，完全就是一副贤妻良母的姿态。至于萧长坤，以往总是对马兰各种瞧不上，动不动就在心里唏嘘感叹自己一世英名，只可惜好汉无好妻。可现在的他也已经彻底认命，就自己这个鸟样，韩美琴看不上自己也是正常，而马兰还能死心塌地跟着自己，已经算是很不错了。所以他看马兰的眼神里，再没了往年那种想藏也藏不住的厌恶和鄙夷，反而是多了几分柔和与感动。吃过饭，熟知萧长坤习惯的马兰，不等萧长坤起身，便开口说道：初然，一会儿你帮妈收拾一下厨房，妈先给你爸泡壶茶，你爸吃过饭就爱喝茶。萧初然惊得一怔，随即连忙说道：好的妈，餐桌你不用管了，我来收拾。正坐在椅子上消食的萧长坤都愣住了，马兰亲自给泡茶，这哪是自己配享受的待遇？于是连忙起身说道：老婆你别忙活了，我一会儿自己泡就行。马兰不由分说道：你刚吃完饭，先坐一会儿再起来，我把茶泡好给你端到客厅茶几上，再来叫你。说罢，马兰便迈步走出了厨房。萧长坤看着他的背影，感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晨，又用眼神瞟了瞟走出厨房的马兰，表情大概是在问叶晨自己是不是做梦。叶晨也是看得叹为观止，看来自己这个丈母娘是真的要转性了。感叹之余，他也赶紧起身帮着老婆一起收拾起了餐桌。萧初然赶紧道：老公，妈都不让爸干活，你也别伸手了，先坐着歇会儿，我来收拾就好。叶晨笑道：你折腾一路刚回来，我哪能坐着看你干活。一旁的萧长坤缓过神来，不禁感慨道：人都说家和万事兴，家和万事兴，以前我是不了解也感受不到，现在我是真懂了。家里不吵架，不拌嘴，不内耗，一片和谐的感觉是真他妈的好，标准的神清气爽啊！就这种家庭氛围，在外面让人抽了嘴巴子，回到家里都得乐得合不拢嘴。萧初然见马兰出去了，便一脸严肃地低声说道：爸，今天多亏叶晨帮你圆场，不然妈要是知道当时他在看守所的时候，你还专门跑去机场接韩阿姨，带韩阿姨回家吃饭，你今天怕是要求交警收留你了。萧长坤吓得浑身一颤，下意识地看向餐厅外，见马兰没进来，这才压低声音紧张不已地对萧初然说道：初然，为了咱家的和谐，你一定要把那些事都烂在肚子里，整件事就是叶晨说的那个版本，记住了吗？萧初然撇了撇嘴，嘟囔道：为了家庭和谐，我肯定不会告诉妈，但你心里也得有数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做那样的事情了。萧长坤连连点头，保证道：你放心，爸以后绝对不会了。刚说完，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他低头一看，打来电话的竟然是张二毛，顿时有些惊讶不已，嘴里念叨道：真是出了奇了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这个张二毛都躲着我，今儿怎么还主动给我打电话？叶晨也有些诧异，按说张二毛离开古玩街，帮洪武打理道上的生意，跟自己老丈人也就没什么交集了，怎么这时候给他打电话？萧长坤虽然疑惑，但手上还是将电话拿了起来，按下接听。电话那头，张二毛毕恭毕敬地说道：萧会长，是我啊，二毛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废话，萧长坤骂骂咧咧地嘟囔道：咱俩打这么多次交道，我还能不记得你？之前我收了不少好东西，打你小子电话打1万多次都打不通，你小子怎么这会儿知道跟我联系了？
张二毛嘿嘿一笑，连忙说道：“不瞒您说啊，萧会长，我已经金盆洗手不干古玩儿了，现在替咱金陵的洪五爷做事。洪五爷您肯定知道，他跟您关系不也挺好的吗？”萧长坤哼哼道：“那是当然了，我跟洪五爷什么交情？前2天还在他天香府的钻石包厢吃了顿饭。”说罢，萧长坤又道：“行了，张二毛，别假惺惺的客套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，你直接说吧。”张二毛声音十分殷勤地说道：“萧会长，不知道您还记得以前吉庆堂那个周良运吗？”一听周良运的名字，一旁的叶晨心中一动，而萧长坤则顿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仿佛又被人抽了一巴掌一样。他当时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周良运，我怎么可能不记得他？当时我在吉庆堂惹了点麻烦，结果我都走了，他让人把我抓回来，还大嘴巴子抽我，这个仇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要不是他当时被宋家赶出了金陵，我早就把那天的仇给报了。”听到老丈人的话，叶晨心中不禁有些无奈。虽说现在事情一步步抽丝剥茧之后，叶晨知道了当日老丈人在吉庆堂看花瓶的时候，那花瓶是自己掉落在地的，但当时老丈人的做法也确实很不讲究。他以为是他自己失手打烂了几百万的花瓶，第一个念头不是想办法补救，而是要把叶晨丢在那里当垫背的，自己立刻逃走，为此挨一个巴掌，还有什么好记仇的？可是萧长坤却不这么想，自己毕竟一把岁数了，被一帮人从街上抓回来，本来就很丢人。那些伙计抓自己回去的时候，手上也不客气，拳脚也没少往自己身上招呼。这么大岁数还挨打，这口气怎么能咽得下？而且在他得到的消息里，周良运自那件事之后就从金陵消失了，自己就算是想报仇也没机会。电话那头的张二毛一听萧长坤提到周良运，还是很生气，心里便松了口气，知道自己号对了脉，于是便谄媚地说道：“萧会长要是想报仇，也不是没有机会。”有个屁的机会！萧长坤听不出张二毛话里有话，只是满腔怒气地说道：“这孙子早他妈跑没影了，估摸着肯定不在金陵了，我上哪找他报仇去？”张二毛连忙献宝一般地说道：“萧会长，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周良运已经回到金陵了，而且他还打算在古玩街开店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萧长坤一听这话，顿时站了起来，语气有些激动地问道：“姓周的王八蛋要回金陵古玩街开店？他这是混在外面混掉了，还是混得一笔掉糟了？”在萧长坤的脑海里，周良运回金陵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他在外面混得很牛逼，有钱有势的回到金陵开店，以此来找回被吉庆堂开除的面子；但另一种就截然相反，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万般无奈之下又只能回到金陵讨口饭吃。如果是前者的话，那估计自己报仇无望；但如果是后者的话，那自己报仇的事就有机会了。张二毛回答道：“萧会长，说实话，我还没有看见周良玉本人，但是从我收到的消息来看，他在外面应该混得不怎么样。他这次回来也只是想在古玩街干点小本买卖，不像是在外面混大了的样子。”萧长坤顿时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，我看这王八蛋是在外面混得一笔掉糟，走投无路了，所以又舔着脸回金陵找个饭辙，真是老天有眼。”张二毛笑着说道：“萧会长，您要是想找机会报当初被他打脸的仇，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。”萧长坤当时说道：“那可太好了，你不是给五爷办事吗？明儿就多带一些小弟，找到他，好好把他打一顿。”张二毛错愕地说道：“萧会长，这种是不是有点太没技术含量了？”萧长坤脱口道：“当时他打我不也没技术含量吗？”张二毛赶紧解释道：“萧会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他既然得罪过您，那咱要整他就整他一把狠的，最起码也要让他在金陵丢尽颜面，混不下去，灰溜溜的滚蛋才行啊。他混不下去要滚蛋的时候，我再找人把他打一顿，这叫痛打落水狗，这样才能解您心头之恨，您说是不是？”萧长坤心下一喜，立刻说道：“
有道理，还是你说的有道理。张二毛便道，肖会长您要是没意见，那二毛我就开始着手这么办了。好，肖长坤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张二毛笑道，得嘞，肖会长，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肖长坤道，我等不及一点儿，你有什么情况就第一时间跟我同步。行。张二毛道，我琢磨琢磨怎么下手，琢磨出个4、5、6来就第一时间跟您汇报。好，我等你信儿。肖长坤说着，心满意足地挂了张二毛的电话。此时的叶晨心里不禁暗骂，张二毛这个混蛋真是精明的过头了，竟然还替自己岳父记着周良运的仇。而且周良运今天刚到金陵，他这边就收到消息，效率也确实快得惊人。只不过这张二毛打死也不知道自己跟周良运的关系，不然就算给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惦记着找周良运的麻烦。这时一旁的萧突然停下手上收拾碗筷的动作，义正言辞地对萧长坤说道，爸，当时你在吉庆堂闯那么大祸，打烂人家几百万的花瓶，而且打完就跑，换做我是那儿的经理，我恐怕也要控制不住打人的。萧长坤哼哼道，我跑是我的事儿，但他不能打我，他打我就不对。萧初然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认真道，爸，你可千万不要让那个张二毛去找人家的麻烦，这么丢人的事情咱可不能干。萧长坤有些不耐烦地说道，哎呀，爸心里有数，你就别操心了。